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今天我们就来说 normalization。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用英语？因为中文的翻译啊实在是太乱了，有叫做归一化的，也有叫做规范化的，还有叫做正规化的，甚至有叫做标准化的，搞得主播都不知道给这集到底起什么名字了，所以干脆直接我们就用英语好了。OK， 我们大概知道了中文名字，也有了英文名字，但是 normalization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Normalization 就是把原始的数据平移到零点的附近，然后做一个缩放，听上去是不是很抽象呢？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有一组数据2、4、6、8、10这5个数字的平均值非常好算，2加4加6加8加10，然后除以它们的个数，5个就等于30，除以5就等于6。我们要怎样才能把这组数据平移到数轴的原点附近呢？很简单，让它们都减去平均值就好了。2减6等于-4， 4减6等于-2，以此类推，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组数据：-4、-2、0、2和4。缩放的话要怎么缩放呢？我们先计算这组数据的方差。方差的计算方式就是平移后值的平方和再除以数据的个数，然后再开根号。我们看看计算的过程，就是-4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加上0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加上4的平方再除以5就等于8，然后开根号就等于 2.828。 然后我们缩放一下，把平移后的值除以方差就好了。比如-4除以 2.828 就等于-1.414， -2除以 2.828 就等于-0.7072， 以此类推，这组数据就变成了-1.414、-0.7072、0、0.7072以及 1.414 了。平移的好处呢，大家非常的容易理解，这样数据就左右对称了。那缩放的好处是什么呢？缩放以后，数据最大最小就在一个范围以内的，就不会变得氧化化，飘到天空，飘到天边去了，也就是方差变成了1。这也是为什么 normalization 也叫做归一化的原因了。当然你可以认为它是均值为0，方差为1，就变成标准化了，所以也可以叫做标准化。归一化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数学方法，至少和正态分布一样古老，少说也有300年历史了。但是用到神经网络上面却是最近10几年才发生的事情。最早的 batch normalization 方法是由谷歌工程师在2015年发明的，另外一个 layer normalization 的方法则是在2016年由诺贝尔奖得主 Geoffrey Hinton 和他的同事们发明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又是他 Geoffrey Hinton。 那 normalization 在神经网络中有什么用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前面一集我们介绍神经网络的权重初始化的方法吗？比如说 Cassavia 方法、核方法、正交初始化方法、预训练方法等等。我们说的神经网络权重初始化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让神经网络每一层输入的激活值的方差和输出的激活值的方差尽可能的接近，进而我们有了 Cassavia 方法、核方法。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经网络权重在训练的过程中是要不断的更新的，更新之后每一层的权重方差就会又变得不一样了，而且随着神经网络层数越来越多，这个差异就会越来越大，随着迭代次数越来越多，这个差异也会越来越大。于是乎脑人的梯度消失、梯度爆炸问题就会又出现了，严重的就会直接导致整张网络无法收敛，或者说是无法优化，也就是无法学习了。针对这种在网络训练过程中每层之间激活值的分布和方差均值不断变化的情况，专家们特意给了一个专有名称，叫做内部斜变量偏移 Internal Covariant Shift ICS。
那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内部协变量偏移现象吗？必然有啊，要不然本期内容不就白开了吗？什么办法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呀？ Normalization 啊，办法自然是 normalization。撇开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和专业术语我们往最直白的方法讲，其实这非常的简单。你不是每一层输出的激活值和分布都会变化吗？不是每次迭代都会变化吗？好呀，那我直接用 normalization 这个方法把你捏成一样的不就好了？这样每一层输出的这个数据就都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数据了，对不对？是不是非常简单啊？天才也是人类，人类的这点小脑瓜子也就是这点想法了。那该怎么捏呢？有4种捏法，有一种叫 batch normalization， 中文有翻译成批归一化的，也有翻译成批规范化的等等的名字，还有一种叫做 layer normalization， 中文有叫做层归一化的，也有叫做层规范化的。Batch normalization 多用于前馈神经网络 FNN 和卷积神经网络 CNN，Layer normalization 多用于循环神经网络 RNN 以及 Transformer 架构。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还记得随机梯度下降法吗？我们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我们在第26集有介绍过。这个方法的第一步就是对训练集数据中随机抽取一部分，作为一个批次一同输入给神经网络。假设这个批次有8000个样本，用水果分类器做比喻的话，就是有香蕉、苹果、橘子、西瓜的图片，一共8000张。我们假设这些图片都是100×100像素的黑白照片，那么每张照片就会有100×100等于10000个像素，那么每个像素都会有一个灰度的值，那么对应每张照片就会有一个 x1、x2、x3 一直到 x9999、x10000这样子的输入向量来给到神经网络。现在我们有一个神经网络来处理识别这些图片中的水果，显然输入层对应的就是这10000个数字。假设第一个隐藏层有5000个神经元，这时第二个隐藏层的输入就是第一个隐藏层里5000个神经元的输出，也就叫做激活值。这时对这5000个激活值做 normalization， 就叫做 layer normalization， 然后每次有新的图片输入网络就做一次 normalization。对于这个批次8000张图片就要做8000次 normalization。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000张图输入到第一个隐藏层之后，就会得到8000份第一个隐藏层的输出，也就是一个批次8000次的输入就会对应8000次的输出，那么每一份输出里有5000个激活值，这5000个激活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写作 A1、A2、A3， 然后一直到 A4999、A5000。那么 batch normalization 就是对这个8000个 A1 做 normalization， 然后再对这8000个 A2 做 normalization， 一直等等等等做到8000个 A5000， 然后做 normalization。 大家有没有看到区别？Layer normalization 是对一个样本产生的每个层的所有激活值做 normalization， Batch normalization 是对一个批次的数据产生的激活值的某个分量做 normalization。 那 Layer normalization 和 Batch normalization 哪个更好用呢？总体而言 Batch normalization 更好用，因为不同样本的同一个特性本身自然的就具有统计学关联。什么意思啊？比如苹果的大小虽然有大有小，但是一般情况下它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几乎不会出现比篮球还大的苹果或者比绿豆还小的苹果，因此
Batch normalization 在稳定层之间激活值分布的同时，也起到了统计样本特性的作用。比如苹果大小的平均值是什么样的，相互之间通常大小的差距有多少。但是同一个样本的不同特性之间就没有天然的关联，比如苹果的颜色和它的大小之间关联性就非常的小。一个很大的苹果可能是黄色的，也可能是红色的，还有可能是绿色的。因此 Layer normalization 更多的是一种维持层间激活值分布，避免内部斜变量偏移的手段，而没有天然的意义。但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一个人能不能适应工作，要看你把它放在什么工作岗位上。Batch normalization 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一个批次的数据必须足够的大。要是我们只有几个数据，甚至一个样本的数据，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做 batch normalization 了。一个数据去求平均和方差，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呀。因此对于时序性的数据就没有办法使用 batch normalization 了。还有就是样本数据有时它是长短不一的，比如自然语言处理，一句话可以很长，也可以短到只有一个单词，这样 batch normalization 也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基于这些原因，循环神经网络 RNN 还有 transformer 架构就使用的是 layer normalization 这个方法了。对，除了 batch normalization, layer normalization 还有 instance normalization 和 group normalization， 这两个 normalization 方法大多使用在卷积神经网络，也就是 CNN 上，我们会放到讲解卷积神经网络的那一集时再做介绍。如今随着神经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梯度消失的问题就越发严重，因此谁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有能力推出更大更深的神经网络模型。更大更深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做的事情就更多，在 AI 商业领域就会更加的成功，赚更多的钱，对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不要小看了 normalization 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内容啦，希望大家喜欢。那么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就顺手点个赞吧，关注一下。有问题有疑问要纠正主播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